对，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安友教授，就是习近平或者说中共高层他做出来这些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不是建立在一种对国际格局、国际局势的错误判断基础上？比如说，习近平曾经经常谈到东升西降，认为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赵学生教授也提到过，在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1%几，而美国占的份额要十几倍于中国。那现在呢，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应该越来越小，中国的这个 GDP 占全球的份额，和美国差的并不太多。而美国的这个决策者也认为，就是中国是国际上唯一一个能够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但是这种东升西降的说法是不是有可靠的依据呢？那如果我们看，不光看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的话，也看各自的朋友盟国这个实力加起来，是不是和习近平的这个判断是错误了？可能是错误，可能是对。我们不能因为国际政治是那么复杂，也有那么多的偶然性的因素在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从一些经济力量的统计或者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认为拜登的政策现在的话，拜登今天我们如果分析拜登的外交政策，他是成功的，他是这个集中很多盟国的力量去面对俄罗斯的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当然会看这种拜登的政策，认为可能美国不是那么弱，但是如果下一个大选共和党的一个领导 Trump 或者另外一个人被当选的话，共和党对乌克兰的战争和对中国的政策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当然很难在某一个程度上取决于谁当选，但 maybe 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可能不是拜登的外交政策那么 skillful，那么技术性的好。嗯，我认为中国对于西方的威胁多大的话，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各大的这个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Weatherhead 这个东亚研究所，这个星期四12点，我们有一个发言人叫做 Andrew Scobell，他会讲中国如果打台湾，他怎么打台湾的问题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而且12点正不是对你台湾的话，这是我们美国东部的12点 noon，你可以上我们的 Weatherhead Station Institute 的网站上register 登记，因为我们是用 Zoom 传播，so 我自己认为，中国打台湾，还是不那么早要打，因为我当然我没有这个内部的信息，但是我的判断是，是知道现在打台湾，美国不是那么弱，现在打台湾太早，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有多么大的野心，彻底的改变所谓的国际制度，rules-based order，right？规矩
以规矩为基层的，这个是西方美国的说法，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right？以规矩为基层的一个国际制度，西要不要完全就是说改变这个制度，包括要不要推行威权政治的制度到很多国家，就是达到一些民主制度。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比较就是保留我 could what should I say 我比较保留的看法，就是说我不认为是要彻底的改变这个制度，因为它对于现在的国际制度有一定的国家利益，比方说这个国家主权的这个原则，中国是非常赞成。联合国的这个Security Council 安全委员会的设计，中国有有利益，所以我还是认为西是比较，我自己跟教授上的观点可能是和他提出我的朋友 Susan Shirk 的一本书叫做Overreach。我本人还是认为西的外交政策不是那么冒险，他冒险多少冒险，但不是过分的冒险。我还是认为西是比较聪明，他要抓一个机会。你比方说在南海的话，他抓了一个机会，实际上是非常成功。他在南海扩展中国的影响，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够有效的防止他做，所以他得到了一些什么好处？而没有当然南亚各国不喜欢中国这样做，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防止中国这样做，就这样。对，我看到中国在近些年的在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实际上遇到了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中美贸易战，比如说拜登，他也延续了川普时期很多的对中共围堵的政策，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就是制裁，然后人权方面的压力，然后科技方面的一些围堵等等。那另一方面呢，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其实是非常少的，可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俄罗斯还是北朝鲜等等，都是各自心怀鬼胎，和中共没有那种真正的基于这个价值观、基于利益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所以。而这个呢，也是就刚才您也提到，中共它也面临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它有这种紧张感，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恐怕也是中共自身的发展造成的，它对外的渗透扩张，包括它的这个政治制度，因为国际上一直幻想或者是期待中共能够通过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通过融入国际的各种各样的条约就是通过这种 engagement 接触政策，能够推动中国走向开放、走向民主。但是中共越来越集权，人权问题越来越恶化，这个也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也想问您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学者开始用新冷战这样的提法来描述当今的国际格局。我们看到习近平前不久在俄罗斯访问，那
在普京侵略乌克兰之后，这些专制政权实际上也在相互支持，而另一方面呢，民主国家也更多的走向联合。像拜登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就，就是加强了民主政权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团结。那所以问一下连友教授，在多大程度上用新冷战这个词来描述当今的国际格局是准确的呢？有一个朋友要问这个星期四的那个演讲的link，我刚才把这个 link 送给 Abby，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给大家。Abby，你能不能帮我们传给所有的听众？OK，so 是不是新冷战？我认为这个冷战跟以前的冷战的区别是很多，但是我想我们还能够把它叫做新冷战。第一个冷战，有这么至少有两个或者三个区别。一个区别是说，第一个冷战，苏联真的要，或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他说他要把这个共产主义扩展到全球，就是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有这么一个目标，就是说全球都是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美国当然一直是要贯穿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所以两方都是这个新冷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冷战。我并不认为习近平现在要让全球的各国都按照中国模式去做事。我是认为习近平对于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采取一个比较无所谓的一个立场，就是说你是民主国家，或者是专注政治，或者是军队政治，或者是这么一种，或者是皇帝政治制度，我们都无所谓，只要你对于中国的利益，比方说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或者只要你跟中国合作的话，我们不干预你的内政。所以现在是美国还是要扩展它的意识形态到全球，但是中国没有这个目标。第二个区别是，第一次冷战，西方跟俄罗斯或者苏联没有什么经济的关系。经济关系非常浅薄。现在的话，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关系是非常浓厚。第三个区别是，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如果苏联跟西方打仗的话，这个战争是在土地上 ，it's a land war。土地上的一个战争。如果中国跟西方打仗的话，这个是一个海洋上的战争。这两种战争当然都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它都有这个 escalation 的这个可能性。How do you say escalation？升级。升级都有这个升级的危险，但土地上的战争比海洋上的战争，可以说海洋上的战争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限制，就是说你的军权能够多场打仗，它有一定的限制。
土地上的战争的话，没有这种限制。你看乌克兰，你可以1年多，你可以继续一天一天的打仗。这3种区别是重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第一次冷战和第二次冷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2个大国，2个超级大国采取一个敌对姿态的话，用各种各样的政治方法、军队方法、经济方法去这个比赛的话，这个共同点是存在。所以我原来说这个不是第二次冷战，因为中美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合作在里面，还有一定的互相经济依赖在里面。但是我现在承认，第二次冷战是一种心理中的，但是是一个冷战。中国他按照您的说法，习近平他并没有向全球推广中国模式的野心。那看起来呢，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中国共产党，他首先的目标就是要维护自己的专制政权。那他考虑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或者是国家的安全，他考虑的是他政治或者说政权的安全，党对政治的垄断。那么他要看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态度。那些小的国家专制的政权，他们就很容易收买或者很容易相互支持。比如说这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他要定期的评审各国的人权状况，对每个国家都要进行就是普遍定期审议。而这些专制政权，其他的专制政权、独裁者，他们觉得也有必要得到中国的支持。这样的话，就是而且呢，在经济上也更容易去收买这些小的国家、这些专制的国家。那而民主的国家，它有民意的压力。他做出一个决策，必须考虑到这个民众的想法，考虑到这个投票，或者说下一次投票等等。那想要去收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很不容易的，或者说收买了之后，再过4年5年，他下台了之后，又要重新去收买，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觉得为了共产党他自己的安全，他也要去支持全球的非民主政权、全球的专制政权，而且这样的这个专制政权越多，对中共越有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这个外交虽然他并没有想法说把美国、加拿大也变成专制国家，因为他做不到，他不可能做到。但是呢，他也是尽可能的把那些专制政权拉拢过来，或者说去干涉一些国家的民主选举，甚至颠覆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权。最近在所罗门群岛就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共正在企图把那里的民主制度给完全颠覆。那我们也知道，在台湾每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中共用各种各样的假消息，用各种各样的经济威胁，包括武统的威胁，来试图干涉台湾的民主选举结果。所以不知道您对就是他的这个外交表面上看起来是并没有说这种野心，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专制政权的利益，也要尽量的去推广专制政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自由民主制度它是具有渗透性，具有扩张性。就不管这些民主国家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外交的政策，什么样的
策略，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它是符合人性、符合人的尊严，那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为了防止自由民主的渗透，所谓的颜色革命，也要去推广它的专制模式。Yeah, well, 当然这个问题是复杂，但是我认为当然他干预或者渗透别的国家的政治的机制，目标是不是要改变他的政治制度，或者是目标是另外一个目标？你比方说防止一个对于中国采取一个敌对态度的一个政党上台。我们如果看中国在非洲，非洲有50多个国家，中国在每一个国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主要的利益是经济的利益，是这个 natural resources，right？ 这个自然资源，所以而且它借了钱，他要跟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友好的关系，这样的话，这个政府像你说了，就是可以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支持中国的立场，可以保持可以不承认台湾等等之类。不邀请达赖喇嘛来访问，等等，这个是他们的励志。他们是为什么他们渗透各国的，或者用钱，或者是用传的媒体，或者用各个方法来就是说保证每一个国家的政府跟中国站在一起。但是这个政府是哪一种的政府？它不是为了推广中国模式而渗透，它是为了另外一个目标而渗透。当然，这种中国的影响对于专制的力量，每一个国家里面的维权的力量是有效、是有用、是有帮助的作用。同样，美国在每一个国家有它的要求。要求你跟我们保持经济关系，要求你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站在我们的这一边，所以美国的渗透也是有利于，一般的话是有利于每一个国家里面的民主力量。但美国的话，我们的要求是更高，就是我们基本上要求每一个不是民主的制度，要求它迈向民主的变化。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不一样，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更多的有意识形态的颜色或者味道。中国的外交是比较现实主义，就看这个short term 短期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是我当然我这个观点是应该说是少数的观点，因为大多数分析家是认为中国要推广，像你刚才提到要推广他自己的模式，但是我怀疑。有多少国家有能力采取中国的模式？你中国模式定义基本上是一党专政，什么国家有这个能力？就是采取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制度。Pakistan 或非洲的各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我怀疑。其实它并不一定说非要实行中国式的一党制，或者是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要防止这些国家走向民主。
中共经常提到和平演变，就是打压那些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而他在全球呢也是这样，就是防止这些国家走向民主化。那从国家数量上来看，成熟的民主政权要远远少于非民主政权。那有一些是有自由国家，有非自由国家，也有这个 partly free， 就是半自由国家。我想就是中共他肯定要就是希望看到全世界都不要走，全世界其他的那些非民主国家都不要走向民主，这个对于他的政权安全是最有好处的。他要营造一个对中共有利、对专制政权有利的环境。这个其实我也看到有学者讨论过，他是在讨论中国的大外宣，中国对西方学校、智库和媒体的渗透的时候，就是要不仅仅是在政治体制、在这个选举这些问题上要做手脚，而且要通过这些外宣、宣传和这个媒体的渗透来讲好中国故事，来让民众认为中共的模式是更好的。对。那这有一个刘杰提出来的问题，跟我们刚才讨论有点关系，但是呢，我就把它稍微重新表述一下，就是中共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也是非常有这种挑衅性的，越来越具有挑衅性、进攻性，但它同时呢也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知道中共面临的经济危机，然后民众对共产党不满，包括去年白纸革命白纸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民众的不满和这种行动的能力，包括他在意识形态的这种脆弱性。以前毛时代还有共产主义啊等等，但是现在他没有这种非常强有力的马克思毛泽东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当然他需要重新的去鼓动民主主义。所以就是想问一下您的看法，是不是共产党政权同时又是非常强大的，也是非常脆弱的？对，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部分。习近平是不是认为西藏的话，我是认为他是这样认为，因为我们自己作为滕彪和我作为分析家，我们如果要分析西方的能力的话，我们也可能是认为西方比过去衰弱。为什么？一个是经济发展率比中国低。我们美国的经济里面有很多问题，包括国债过大。我们的政治也比以前好像有更极端的分歧。现在的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歧非常非常广。下一个大选可能会产生一个共和党的总统，等等等等。所以西藏当然历史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推测历史会怎么发展，但是现在看美国是西方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势力，如果美国下降的话，欧洲也日本也澳大利亚也没有办法代替美国，保护西方的利益。美国有很多问题，所以中国分析家认为西藏，我认为他们当然这个西藏的过程会有它的zigzag，right， 会有它暂时可能强，但是like secular trend，长期的这个发展是下降，这个是他们可以相信。那么
另一方面，西是不是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比民主的制度要强的话，他好像是非常承认中国制度的这种 brittle 这种 aspect brittle 的方面。为什么他采取这个反腐的运动？他是认为共产党里面有腐败问题。为什么他要控制内部的价值观，提高内部的宣传的控制？为什么他要更强的控制这个企业家等等之类？都是因为他知道这几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一些能够威胁这个制度的存在，所以他是非常承认这个 brittleness， 但是他不是站在那儿看，他是采取一些措施去解决这个几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认为他可以相信他的制度当然有问题，但是比西方民主制度还是有效，还是强。嗯，对，那我也觉得中共它一方面很强大，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的麻烦，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它这个制度有脆弱性。像刚才赵翠生教授也提到他的这种 uncertainty，我记得就是在美国政治学界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大家会半开玩笑的说，关于中国政治，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应该说也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政治体制的不确定性。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是好的变化，也可能是更坏的变化，那也可能很快发生变化，也可能这样的状况持续很久。那我们下次课也会继续讨论国际格局、国际关系以及对华政策。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李安友教授。